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收看我的爱心食谱。喜欢浓郁咖喱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不能错过这道味道丰富、香气四溢的咖比蛋咖喱鸡。我们开始制作吧。首先将鸡肉清洗干净，用厨房纸巾吸干水分。记得选择带骨的鸡肉，因为骨头可以让咖喱的味道更鲜美。加入适量的胡椒粉和1/4茶匙的盐，把调味料均匀地涂抹在鸡肉上，腌制至少3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处理辣椒。准备10条辣椒干，剪成小段，然后用清水泡大约30分钟。这样的分量辣度是适中的小辣，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辣椒的数量。接下来准备其他的食材，我的小院子里刚好种了小辣椒、泰国干叶和香茅，它们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我的香茅比较小，所以就用2根。1粒洋葱去皮切块备用。开始处理需要捣碎的香料，小辣椒去蒂，红辣椒去籽切小段。不同的辣椒能提供不同的香气和辣味。辣椒干有麻辣的口感，红辣椒略带甜味，而小辣椒则香气扑鼻。混合使用能让味道更有层次感。香茅切小段。葱蒜和姜类去皮切小块，把泡软的辣椒干挤干水分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香料了。其中的10粒可以让咖喱更加浓郁，并带来一丝坚果的香味。麻辣酱能增添风味。将这些食材放入搅拌机打成细腻的泥状。我个人喜欢细腻的口感，所以会打得细一点，但这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调整。如果搅不动，可以适量的加少许水，尽量保持水分少，不然香料就要炒得更久了哦。处理好了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煎鸡肉了。开中小火，不加油，直接煎腌好的鸡肉，煎到外皮金黄酥脆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惊讶，不放油就能煎吗？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这口 Natural Root 自然法则远红外线全炭锅。它采用纳米食品级材料进行表面处理，美观不沾底，可以轻松煎炒食物。无论是煮、蒸、煎、炒、炸、卤还是烤，这款32cm 的全炭炒锅都能轻松应对。厚实的锅身能高效储热，节能又环保。只需把鸡肉的表面煎酥，就可以拿出来放一旁备用。锅里的这些天然鸡油都是煎出来的，但还不够用来炒香料，所以我们再加入40克食用油。先放入一半的洋葱，用中小火慢慢炒软，然后再倒入打好的香料泥，继续慢火炒，让香味逐渐散发出来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，是整道菜最关键的步骤。一定要小心，别炒焦了，否则咖喱会有苦味。全炭锅的导热性非常均匀，厚实的锅体不会局部过热，所以用来炒香料不会出现因局部受热造成烧焦的现象。当香料炒到油水分离、香气四溢的时候，加入煎好的鸡肉。还有200克清水。这口全炭锅耐冷耐热，不裂开，即使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加热，也不会因此而裂开。搅拌均匀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煮滚后转小火煮15分钟。这时全炭锅的远红外线效果会封住食物的美味成分，赶走不好的味道，让各种香料都充分融合，变得更好吃。时间到了后关火，
加入100克浓椰浆，还有剩下的一半洋葱、泰国干叶、半茶匙盐、1/4茶匙糖，最后才加入的洋葱不会煮到软烂，吃起来比较有口感。这时候利用全炭锅的高储热效能，将所有食材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因为椰浆不适合高温烹煮，吃起来会有一股臭油味。最后挤上橘子汁，搅拌均匀，我们的咖比蛋咖喱鸡就完成啦。你有听说过这道菜名的有趣来由吗？话说，在英殖民时期，那些官员的家里都会请本地的华人私厨。有一位厨师，他家的咖比蛋不能吃太辣，但很喜欢吃用香料煮的菜。有一天，厨师就煮了一道咖喱，咖比蛋吃了很喜欢，就问这是什么名堂。厨师回答咖喱咖比蛋。久而久之，这道菜就这么被定名了。咖喱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？用这口全炭锅煮出来的米饭，它所放射的远红外线能使米心充分熟透，每一粒都 Q 弹饱满，还能防止氧化，保温时也不会发黄。我还是第一次煮出这么香的咖喱，全靠这口全炭锅完美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和营养。因为当碳基材受热后释放的远红外线，不仅能快速氧化分解食物中的有毒物质，比如水中乙铝、农药残留、食品添加物、异味等等，还能锁住食物的原味和营养。大家如果对这个 Natural Rule 自然法则全炭锅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文案中链接购买，让您的家人享受健康饮食。你觉得咖比蛋咖喱鸡和一般咖喱鸡有什么差别呢？咖比蛋咖喱有很多种版本和煮法，我煮的是偏干的版本，它比一般的咖喱鸡更浓稠，辣味也比较少，还多了泰国干叶的清香和酸爽开胃的橘子汁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